老板，我走了啊。走好啊，赵小姐。哎，再见。小姐，请问一下这个住址怎么走？哦，就是这个方向，往前走，左拐第5户人家，第5户。哎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赵小姐，你没带伞呀？哎呀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啊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走吧。谁干的？谁啊？谁干的？没看见啊，不知道。谁干的？说话呀！都是女人啊，都是出来讨生活的。你也太客气了。我们呢，不一样都是唱歌的吗？你可不一样，你赵永芳多清高啊！上台唱，下台走，还唱女学生的歌，不陪坐不跳舞，那花牌可是不少啊！碍你们什么事儿？碍眼，我就是看着不顺眼。你再这样，我抽你啊！赵永芳，本来呢没事的，你爱清高随你，可你不该抢我的人。所有大世界的姐妹里，谁不知道段少荣是我的人？我跟了他6年。马上就要进他的大屋了，你现在跟我抢，我就抢了。你霸着我的梳妆台撕我的衣服有用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穿个土大褂上去，你们家段爷爷喜欢的不得了，我抽死你！想进大屋是吧？你等了6年，我告诉你。他求了我3个月，我还没点头呢。哎，一会儿收拾干净了。赵永芳！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唱什么下去吧？下去吧！哎呀哎呀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我叫你下去，你怎么还不下去？下去！哟，大哥，欺负这丫头的，就这倔蹄子，还能让人给欺负喽？听不懂，唱完了我就回下。叫你下去呢，不想听你唱。您请便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就这样啊。您要看好脸色，就去长3堂子；要是寻新鲜呢，应该去拉洋片儿；
要是找刺激呀，去赌场。我这就这样，您爱听不听。你欺场！你自己弄清楚啊！这是段少荣的场，药气也是其他的场。老段都没发话，你们在这嚷嚷什么呀？什么态度？来，走吧。哎呀哎呀，狼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小妹妹唱歌，郎奏琴，狼呀，咱们俩是。哎呀。放下你！哎，干什么去？你不就是来开掉我的吗？我很识相，我自己走。哎呀，哎，回来！哎，回来！你说你这个人，谁说要开你了？我不干了。说不干就不干了，说走就走。你想走到哪儿去啊？走到哪儿都是我的地界儿。我不唱歌了，行不行？不唱了，回老家呀。平城那破地方有啥好待的？你调查我？我要想知道什么，总会有人告诉我的。行，来坐，来坐下。我知道你是受了委屈了，对吧？废话。让人欺负的滋味不好受，是吧？知道谁欺负我了吗？你。段少荣欺负人。有事吗？不是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我倒了8辈子霉了，在这唱歌还被你相中，我好端端的在这唱歌，我招谁了？我惹了一身腥。大哥，什么狗屁大哥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好，让他来这撒泼骂街。对，是我看人走了眼，对不起了。谁让你包我了？当你有多爱听歌呢？臭显摆！笑什么笑啊？还笑？好端端让人往我头上扣了个大屎盆子！哎呀，这话多难听，一个姑娘。你少跟我说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包，我捞什么好处了我？你可以提呀，提出来。你看，反正你已经落了一身骚了，为什么不说呢？说呀。我不想再看见他。我比你还不想看到他。啊，还有什么？他把我衣服都扯烂了，每一件都扯烂了。你赔？赔，扯5件赔10件。还有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他们了，我要我自己的化妆间。于经理，在呢。抽烟吗，段爷？少废话，把牌子给我挂上去。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化妆间姓赵，只有赵小姐一个人用，谁都不准进来。哎呦，段爷，您跟我想一块儿去了，我早就这么想的。我一直想着有时间跟赵小姐好好商量一下呢。啊，你们聊啊，我忙去啊，忙去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啊，好好聊啊，跟段爷好好聊啊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没了？再想想。真没了。这回舒坦了？舒坦就好啊。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这屋我可以进来吧？哎，今天怎么来了？我这……好吧。哎，谢谢，啊，走人。
我没哄过人，我这辈子没哄过女人，也没追求过谁。段宁妈是老人相中的，顺理成章结了婚。再往后，女人要不怕我，要不巴着我，也都跟了。我还真没有过，等等，有个新词儿叫恋爱。六，你恋爱过吗？哎呀，在我看呀，女人呐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要不给钱，要不给房，听话的呢多给点，不听话的少给点。那这丫头准备给什么？这个麻烦就麻烦在这儿，她好像什么都不想要。你教她开的那几个条件，六，你替我想想，她是真不懂呢，还是跟我在这装蒜？哼，反正这样的我没见过。大哥，看来你是真的对她上心了。我喜欢，我还真挺喜欢她的。喜欢她那点蛮横，那点泼辣，还有带有傻气的那一点点认真，我都挺喜欢的。啊，万一她心里有喜欢的人了呢？就算有也长不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到现在都不敢露面，孬种啊！不是吃软饭的小白脸儿，要不然就很好打发，就给点钱嘛。那要是用钱打发不了呢？那就干掉喽。干掉？就为了一个女人？那怎么办呀？谁让我段少荣喜欢这个女人呢？既然喜欢上了，就要归我所有。有点意思了。六爷，阿忠，六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要是让别人看见怎么办？他又来找我了，他黄老四一个人都摸上门来了。幸亏我刚才跑得快。六爷，你可得帮帮我，我觉得黄老四不杀了我，他不会甘心的。你得想个办法帮帮我，要不然我真死定了。他不是要除掉他，黄老四在保护阿忠。六爷，你想啥呢？你帮帮我出出主意啊！要不然我先找个地儿避一避，等过段时间回来，我再帮你办那个事儿。不行，你先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，日后我才能保你回来。不过你选的地方还不错，在老铁的地盘，我们可以让老铁背黑锅去。哎，就这里，停下吧。啊，怎么在这儿说话呢？进屋说呀。你先上去，嫂子。啊，这段时间别再来找我了，要是我会找你。是。爸。哎。我问你个事儿。那个。放心吧，厉天，他不会再欺负你了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厉天他在外面没有花头，大世界也再没有去过。弄不好今天啊，他就会来看你了。哎呀，爸，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这跟厉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还有什么事儿？爸，我们家以前是不是有个叫阿忠的司机啊？阿忠？有啊。怎么？他找过你？找你干什么呀？什么时候在哪儿啊？没有，没找过我。没有？没有。混蛋，敢找上你！老爷，给六爷的电话已经打了，他说一会儿就过来。你再给四爷摇个电话，让他立刻过来。哎，老周，别！哎呀，真的没有。没有？你问他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在想，我们家司机怎么换了？真的。算了。哎，宁宁，听爸爸的，以后商会上的事儿别过问，这里面啊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好人不混这口饭吃。你看人家厉天多好啊！那你也不是好人喽。
但我怎么着也是你爹。行了行了，听我的没错，这个厉天呢，今天肯定会来找你的，你跟他出去，我放心。我还会派几个兄弟跟着啊。爸，这大白天的，你们不就是拉拉小手，说说悄悄话吗？那些兄弟会远远的跟着的啊。行了行了，爸爸还有事儿呢，好吧？厉天，你陪嫂子去趟大屋。我去干嘛？我去干嘛？当然有事儿了。玉珍姐又不在那里，叫你去你就去，啰嗦。段宁我可伺候不了啊。有厉天呢。哥，你别告诉我你也不想去啊。我就是不想去。你有什么毛病吗？没毛病。那就去。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谁敢跟大小姐吵架呀？怎么回事？说明白。说完了。就这么明白。哥不是逼你去和番，也不是要你去入赘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跟段宁是一起长大的吧？当初没有人逼你们在一起吧？你和段宁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你也没否认过吧？老段说了，等你们结了婚、毕了业，就让你去留洋，你也是同意的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不否认，我也同意。那你这是要干什么啊？搞什么花样啊？我没搞什么花样，我就是觉得我和段宁不合适。再合适不过了。段少荣的女儿嫁给我唐丽萍的兄弟，就好像烂泥塘子里的两朵并蒂莲花，还鱼水相帮。我就是不喜欢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啊？这白跟白加在一起，不是更白，这叫无趣。我承认段宁是个好女孩，但是你知道她给我什么感觉吗？她给我的感觉就像她是生活在天上一样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用得好，自己很完美，不许别人有瑕疵。没有体验过什么人生，什么都不懂，你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沧桑。原来你是想娶个有瑕疵、有沧桑的女人啊！满大街都是啊！你有病吧？你自己都没体验过人生呢。所以我渴望吗？你脑子坏了。他这个人啊，比你稍高一点，啊，比你还要瘦一点，小骨头，没肉，就这样。这做旗袍又不是买蹄膀，你光靠嘴说那可说不清楚的。你呀，得让师傅亲自上门来量才行。那我怎么没见过裁缝师傅到家里来给玉珍量过？啊，她是个持家过日子的女人，她平时特别简朴，不怎么做新衣裳的。那你把料子给先买过来，这总可以吧？你要什么样的料子才行啊？你是要乔其纱的呢，还是要丝绒的呢？是6线丝绒还是3线丝绒？是要织锦缎还是山东绸？啊，对了，丝的也不错，不过呀，丝也分好几种呢。要不要带金葱？若是要带金葱的话，那行了啊，这也太啰嗦了。你买最贵的不就行了吗？你把那小姐约出来呗。她不愿意出来，咱直接把钱给她也行啊。她这个人啊，这眼里看不见钱的。看不见钱的呀？就这样，你给我买最贵的。啊，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你们俩处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？外面天气这么好，李天，带着宁宁出去走走，我让阿坤他们跟着你们啊。玉玉，这事儿赶紧去办啊！知道了，大哥慢走啊。走不走？请慢用。哎，吃这个菜怎么能用勺子呢？得用叉子啊！麻烦你帮我拿个叉子吧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请稍等。
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。嘿，李铁，你看他们吃饭的样子，干嘛蹲着吃啊？多难看呢！对不起啊，吵到你了。你故意的。我是故意的。他们为什么不坐着吃东西？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，他们不像你可以进来坐着，还有人伺候着。人家没见过那么多的世面，为什么手拿着生煎吃？因为这样方便。你不用那么大声，我听得到。怎么，丢你人了是吧？那好啊，要不然我说英语，这样会不会显得你高尚一点啊？李铁，你为什么？哎，不准哭！在大庭广众之下落泪是有失教养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并不是什么低俗的人，为什么高尚就错了呢？为什么你要当众把我羞辱的这般不堪？一样是念莎士比亚14行诗，你也是坐在里面吃饭的，你也一样用手帕，不会在脖子上挂条毛巾就擦汗。怎么？为什么就突然看我不顺眼了？我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从来没有变过。你是忘记了，还是你不喜欢了？妞妞，对不起啊。好吧，那你帮我个忙。你说。我想出去走走，你帮我把他们支开吧。可是你爸他……我只想出去哭一场，不想被他们看见。那好，那我陪你。不用了，我最不想的就是在你面前哭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哭都是错的。张小姐，走好啊！谢谢你啊，张师傅。哎，等你来做新旗袍啊！是白露，白露找了人来修理我。谁啊你？出来！白露叫你来的吧？你去告诉她，老娘。姨妈，我是段宁，我是段宁。救命啊！姨妈，我是段宁，姨妈你在吗？救命啊！
谁？孙玉珍？我姨妈说她住在这里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她说她住在这边的。说了不知道，快走！站住！追！是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一定要抓住他！站住！你们几个那边，你上这边，跟我走，上去了，跟我来，走。丽天回来了，段宁呢？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？你要让你哥知道啊！嫂子，我和段宁合适吗？你跟他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哪儿合适了？没不合适，那就是合适啊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想怎么着啊？如果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爱情呢？哎，这爱情是什么呀？假如我心里面有了其他的女孩呢？你可千万别啊！我跟你说，段少荣的脾气你可不是不知道，他自己在外面风流快活是可以，可你是他女婿啊，这可不行。那我不当他女婿呢？我不当他女婿，他总管不着了吧？你哥管得着，他跟段少荣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等段少荣动手，他就先出手了。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甭管谁出不出手，谁都管不着，谁管也没用。喂，李天，你去哪儿啊你？哎呦！等了你好久了呢，你今天没有带蛋糕吗？那他说过他去哪儿了吗？没有。永芳，我喜欢你。怎么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哭也没有用啊。我想我姨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你别这么说，
也是我自己找上门的。现在你家人应该都急死了吧？家里人只剩下我外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外婆现在是不是在等你回家？我外婆，她永远都坐在那儿等着我。可怜我外婆，她都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。要是我这次回不去了，要是我真的死了，她可能就要等一辈子。对不起。别哭了。对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他们不是明明要杀我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一呼救就引起他们注意了，所以把你也抓来了？不，他们是谁啊？一切都是我爸段少荣的错。段少荣？拿着。露露，有件事我正好要跟你说，就是那个让开，干嘛呀你？别让开，谁在里面？你说。不是你听我说。让开！你给我让开！段爷，段爷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狠。都是我的错呀，我把你惯得越来越骄横了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早知道这样，狠抽你一顿就不会出这事儿。你，段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这么对我。当年我才22，如今我都28岁了，我所有青春都给你了。白露，只要人活着，都会从22活到28的。你凭良心说说，你这6年的青春，跟我过得怎么样啊？段少荣，你没有良心的。你跟谁说话呢？他说的没错。只要你把偷偷给你表哥那3万大洋给我还回来，我就对你有良心。蠢货，你蒙谁呢你？蠢的是你，你这个畜生！你说什么？啊！你打我！你敢动我？打我！动我！我真打你啊！老孙，你越来越本事了，学会打女人了。段少荣，当年我跟你的时候，比你女儿大不了几岁，你把她捧在手心当宝，你却把我踩在脚底下。如果有一天你女儿跟我一样被人给欺负了，给糟蹋了，我看到时候你会……段爷，你别杀我，我错了，段爷。拿谁比也别跟我女儿比。你别杀我。下次再让我听到这种话，我可就没这么有良心了，啊！如果还能活着出去，再也不离开我姨妈了。你呢？我想我外婆了，我好想跟她一块儿吃蛋糕。她年纪大了，牙口不好，蛋糕她应该可以吃的。给我去！还给他吃，我恨不得把他给吃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段少荣废了你儿子，你不……这是着急的事儿吗？慢慢炮制。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老婆子，他段少荣把咱们的儿子给弄残废了，我不想吗？哎呀，这要是给他个痛快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哎，好了，来，走，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呢？对啊，他为什么还没出现呢？他平常都这样子吗？爱来不来，不来不打个招呼。
赵小姐她懂规矩啊，要请假肯定提前打招呼的。你说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老段都没发话，你们在这嚷嚷什么呀？段少荣欺负人！吃点吧，横竖都是死，何必做饿死鬼呢？你吃吧，哭不顶饱的，别哭了，快来擦擦，别哭了啊！你怎么了？哎，我想他，我想李天。你说什么？谁？李天，唐李天。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为什么不听话？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？我干嘛要跟他吵架？他其实说的都是有道理的。如果他以后再给我买蛋糕的话，我一定会吃的，我再也不会挑了。如果他要我陪他去舞厅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的，我一定会陪他去。你男朋友也有一个天资啊。不，这是别人借给我的手绢。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大哥，咱明天还去吗？当然要去了。那他要再不来呢？老爷，他会为那几件旗袍回来的。那女的不是牛得很，会为了那几件旗袍？哎，这事儿可不一样。旗袍的事儿她在理儿，啊，这姑娘啊得理不饶人，你看着吧，她肯定回来。哼，哎，这女人真是难懂。小姐睡下了吗？还没回来呢。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？喂，李天，在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大哥，段宁没有和厉天在一块儿，厉天自己一个人在家呢。老周，哎，二坤他们呢？早就回来了。我去找。知道去哪儿找吗？我西柳树。段宁？怎么会是段宁？怎么会是段宁呢？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要动手，没想到遇见大小姐。当时我一慌一着急，就让赵永芳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六爷，那是老铁的地盘，大小姐不该去那儿。你没让他知道吧？没有。段宁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我不管你下午在哪里，只要你没跟段宁在一块儿，让他落了单，他要出事儿的话，唐立天，这事儿就大了。
四爷，你别打我，真不是我干的。说，段丁在哪儿？给我交出来！四爷，你饶了我吧。说。 是替大小姐去找玉珍姐的。对呀，我上回警告过大小姐，那是老铁的地盘。没想到她今天又一个人去了，真的不是我干的，都是你混账！四爷，人马已经到齐了。是。大哥。 大哥，我去就行了。我去接我女儿回家。哎，是。我也去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爸爸要替你报仇了。放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 救命！救命！恐怕今天饶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段少安会杀了你们的。求之不得。把他们俩分开，就对付那个姓段的。你们一个一个来。我叫妮妮，不姓的。我不相信的，我叫妮妮。段爷，玉珍在是第5站门。
你去守着。哎。我冲进去，不能硬闯，宁宁还在他们手上。肯定能出去，你放心。逃不了了，已经晚了。我是个破娃娃。老四啊，应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没事，没事。留在这里，求你不要带我走。快！兄弟！
振义，黄哥，女医生吧。永芳，我喜欢你，哪怕你是歌女，是舞女，是交际花，在我的眼里，你都是我最喜欢的人。我喜欢替你洗头发，喜欢看着你吃蛋糕时开心的样子。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自惭形秽的，洁白的是你。我是有历史的人，我愿意将那一页翻过去，你可以给我机会吗？永芳感到悲哀，老天爷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，放错了他们3个人的位置和时间。如果没有昨夜，如果他不认识段宁，如果他未曾亲眼目睹段宁被凌辱，他和他或许还有希望。但现在，一夜之间，一切都幻灭了。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也因为你一手毁了他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让我死吧，你让我死吧！没人拦着你，你敢吗？黄泉路上碰见你姐，你怎么跟她说呀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少荣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大哥，这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段宁他……段宁怎么了？啊，跟上回一样，让人抓了。这次呢，让人狠打了一顿。就这样，是吧？明白了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我在问他呢。我会负起道义上的责任。道义？我看不见。说句我能听明白的。我会照顾到你。照顾啊？
现在那个跪着的人，从小就一直照顾他、呵护他。怎么了？还有这些人也一直在照顾他、伺候他。但他们是谁呀？哎，问你呢，他们是谁？我娶她，我照顾她一辈子，我是她丈夫。真是好孩子啊！啊，呵呵。你可以不娶，不可以。那娶了别碰。她是我妻子，唐家不要破鞋。丽萍，丽萍，大屋出什么事儿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出去。唐家不要破鞋。她不是破鞋，她是段少荣的女儿，是你曾经最想让我娶进门的女人。拿话噎我。你娶啊！出了这种事儿之后，我就不信你娶回来心里会没疙瘩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一直以为我很清楚我和段宁不合适，可是经过了昨天晚上之后，现在所有的不合适都已经变得不是事儿了。我必须得娶她，这叫什么？天作之合吗？我是爸爸，别害怕啊！有爸爸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吃点东西吧。你要是不想吃，喝点汤总可以吧？啊，来，宁宁，来。天黑了吗？什么？天就要黑了。哎，宁宁，我害怕，我怕黑。你找谁呀？小朋友，有个叫赵永芳的住在这儿吗？是。啊，我想见见他，可以吗？你等会儿。哎，永芳姐，你爸爸来找你了。对不起，孩子小，不懂事儿。没事儿，我这年岁啊，确实可以当你爹了。段宁还好吗？怎么可能好？
心点啊。哎。没事了啊，妮妮，没事了。老周，哎，灯都亮了。妮妮，别怕，别怕啊。乖，你看灯都亮了啊，都亮了，看见了没有？你看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很怕黑，这天还大亮着呢，就已经嚷嚷着要天黑了。你说，宁宁这道坎儿能迈过去吗？会过去的。但愿吧。你多好啊，什么坎儿都不用迈，啊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放心，我没被欺负。那你能有什么事儿？告诉我，我来帮你。什么事儿，自然都会过去，肯定能过去，也必须得过去，对吗？你要这样告诉自己，说出来就会好的。说。段笑容，你忘了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全上海滩只有我赵永芳比你高，你得听我的。说，一定能过去。一定能过去。我可以让大屋日日夜夜都开着灯，但是我不能让日头不落吧？我可以杀了那些混蛋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的女儿已经被糟蹋了，我可以封住那些知情人的嘴，但是我不能装作这件事没发生过吧？永芳，能不能到大屋来？来看看段宁。我知道，你也很想忘掉那一晚上。我不怕面对，可是段宁他会愿意看见我吗？毕竟我是全程目睹的那一个人。你也是保护了他的那个人。当我冲进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你趴在宁宁的身上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的那份难堪，也保全了他的那份尊严。我永远会记在心里。我段少荣今生今世欠你这份恩情。来，这就是大屋。是，请吧。这位是赵永芳赵小姐。宁宁出事当晚，她跟宁宁在一起的。这位是宁宁的姨妈。你好，赵小姐，麻烦你了。宁宁她……好了，别说了，赶紧领赵小姐上楼吧。哦，你跟我来吧。啊，来。赵小姐，丽
厉天抬起头，看着永芳一步步朝他走过来，他百感交集，有很多话想说，却什么都不能说。两个本来希望能厮守一辈子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见面，却只能形同陌路。这是唐先生，宁宁的未婚夫。你好。宁宁，宁宁，赵小姐来看你了。宁宁，宁宁，宁宁，我来吧。你们都回去吧。好，拜托啊。我是赵永芳，你开门啊，段宁。我是永芳，只有我，段宁，你开门啊！别让我一个人站在外面好吗？这样我会害怕的。宁宁愿意见他了，他进去了。李天，你过来一下，过来。段宁。你真要娶她？是的。我刚才看见你未婚夫了，他一直守在门口。我想，他肯定很爱你。你知道你四叔开枪打伤了你哥吗？这一枪会让很多的关系跟以前不同，你明白吗？唐立天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想想。你还想娶段宁？我要。想想再说。不用再想了，我要娶段宁。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你哥翻了脸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要娶的是段宁。段先生，我的想法没有那么复杂。就算你跟我哥的关系跟以前一样也好，发生了改变也好，我都要娶段宁。你这是在赎罪，在弥补吗？是你们的行为把段宁一步步逼上了险境。要赎罪的是我哥，是四叔，还有你。你不愿意见他吗？他整个人都脱了相，两眼血丝，满脸胡渣。
我想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吧？只有爱一个人，才会为他憔悴。段宁，你快看啊！你可真是你们家的宝贝，所有人都宠着你，尤其是你爸，他知道你怕黑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只差让太阳不落山了。段宁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在上海，孤零零的，真希望也能有个父亲，能有人为我做些什么，哪怕只是一块蛋糕，我也会开心的不得了。你知道，你所得到的爱，是我赵永芳渴望而不可及的。他们的爱是同情，他们同情我，一个被玷污的女人。不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所以我恨。我只是替罪羔羊，替罪羔羊也有尊严吧。我不接受怜悯，我要他们愧疚一辈子。难道你要惩罚他们？段宁，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们都很爱你。谁？我爸结下的仇，我受害，我一骂，他就这样弃我于不顾。那个唐立天，他只会嘲讽我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看我不顺眼了。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爱我，可就是因为他们，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我为什么不能惩罚他们？他们怜悯，我不接受。不是的，段宁，不是的。谁愿意你受伤害呢？谁都不愿意。可是，他们有苦说不出来，你可怜可怜他们好不好？可怜他们？那谁来可怜我？谁来可怜我？我躺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他们玷污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。你也在那里，你别说你不知道，你也在那里。我闭着眼睛，求我的主，求我母亲的灵。可是，我还是听得到他们的喘息声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粗暴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你也在那里，不是吗？你目睹了全过程，还是你把眼睛闭上了？现在连听都不敢听了，还要我原谅？是你，你能原谅吗？你能原谅吗？那些光都是假的。当我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只剩下黑暗了。也好，符合我的身份嘛，不就是个无恶不作的商人的女儿？这就是我的原罪。我
的人心。哎呀，赵小姐。宁宁，她怎么样了？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啊，这我明白。永芳，能不能劳烦你常到家里来看看她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因为你现在是她唯一愿意见的人。求你了，赵小姐。如果你不来的话，那宁宁就真没什么希望了。嗯，好。谢谢，太谢谢了。这样，李天，你替我送送赵小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。不，一定要送，一定要送的。我现在有急事要去趟医院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赵小姐，那我就不送你了。永芳啊，要不然让人家上来坐会儿吧。这屋子里虽然小，但总比在车子里待着好呀，是不是？这一大早就来了，都没敢叫你。哎呦，一直在车里待着呢。永芳，那是个大人物吧？又有车，又有司机。你是长辈吗？你脸怎么了？你说这儿啊？这儿，我想想啊。摔跤了吗？对，摔了一大跤。疼吗？疼。你太淘了吧，不听你妈的话。是，太淘了，太淘了。我不敢，因为我怕疼。哎呀，慧慧可真乖呀。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叫慧慧？我什么都知道。长辈，你爱吃蛋糕吗？你爱吃吗？我喜欢吃。下回你带蛋糕来好吗？好。永芳姐也喜欢吃，每次大哥哥都会带着蛋糕来看她呢。是吗？是的呀，永芳姐姐爱吃。哪种？哪种？慢慢想，没事儿。哪种？就这么难想？不着急，慧慧，咱们慢慢想啊，到底是哪种？甜甜的。有点苦。有点苦？也不那么苦。3个字。
的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那慧慧喜欢吃哪种啊？甜的，白白的。慧慧，我记得了。慧慧，不好意思啊，孩子不懂事儿。徐家嫂子，没事儿。您怎么知道我？永芳啊，永芳姐。啊，来，白白的，甜甜的。好。是永芳跟他说的吧？还知道我姓徐呢。哎，你别这么冷淡，我们好歹也是患难之交啊。我情愿那个时候你不在，起码没人看到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你在难受什么？我不能说我愿意带你受，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应该去面对它。你不会愿意受的，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受。但赵永芳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场灾难里唯一的受惠者。赵永芳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段少荣亲自把你请过来。现在你赵永芳可以在上海滩横着走了。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着鸡犬升天了，你的家人……我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人愿意沾这个光。段宁，在我们俩被抓进去之前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的女儿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他就是段少荣，不就是段少荣吗？我才不稀罕他是谁呢。你看宁宁是不是好点了？啊，至少她愿意走出去。他们两个是一样大的吧？但是不一样的命啊。宁宁像朵花儿，美丽可爱，但经不起风雨；而赵永芳呢，就像我们老家河边的水芹，坚强茂盛。哎，你没觉得她跟你姐姐很像吗？我第一眼看到她，我还以为玉莹还魂了呢，那神态真是太像。你早就认识我爸，他是我老板，我认识他也不稀奇。那你这次来，不是因为他，因为你，我把你当朋友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，在那种情况下交上朋友，真是尴尬。她就是之前你提过的那个女孩吧？嗯，就是她。她知道你喜欢她吗？应该知道吧。所以没啥所以，她不怎么睬我，也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看。做样子吧，不就是个歌女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她不是了。你收了她了，她不唱了。她愿意倒好了。那你……她现在不是歌女了，她现在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。她可没救宁宁，她只不过就是……你知道我冲进去时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？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我衣衫不整的女儿。如果那时冲进去的是老铁，他挡的就是子弹。但冲进去的不是老铁。就算是自己人，他也维护了宁宁的基本尊严。我女儿是赤身露体，
赤身露体呀，就这么一挡，他在我段家，在我心里就立了大功了。人性的尊卑就在那一刹那。他勇敢，我敬重有胆识的人。所以他就会住进小洋楼了吧？现在我想不了这么多了，最重要的是让宁宁赶快的好起来。所以要靠着他呀，因为宁宁只愿意跟他说话，就算不住进小洋楼，也会常来大屋走动了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天天去接他。玉珍心中充满了酸楚和不甘，她为这对父女奉献了10多年的青春。她爱段宁如己出，却因自己的离家，让一切都前功尽弃。她从段家的功臣沦为了罪人，10几年的付出，抵不过一个歌女。我送你。段先生，您不必亲自送的，太麻烦了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？我倒不习惯了呢。真的不必了。我不嫌麻烦。可是这么来来回回，我还觉得这来来回回的路程短了点哎呦，交好运了！什么事儿啊，把你乐成这样？不涨了，房租不涨了。真的？假的？我还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？哎呀，不可能！前2天还说要上调呢，要不然让我们都搬走。哎，我也纳闷呢。今天这王先生就跑到我这儿来和我说，不但这个月不涨，连这5年内都不涨了。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！菩萨保佑！菩萨保佑！菩萨保佑！不涨了！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发财了！哎，永芳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就是发财了！不涨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慧慧他爸，谁呀？段少荣吧？你认识啊？哎，永芳，那个就是段少荣吧？哎呀，段少荣是谁啊？我说呢。他到底是谁啊？我说呢。我问你是谁嘛？哎呀，徐大哥，你别担心了，他不能对你们怎么样的。你们俩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就是那个段少荣，上海的商会头子。哎呦，这倒把老段是心狠手辣呀！不会吧？我看他不像啊，他对慧慧挺好的。你怎么能让他接近慧慧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怎么知道什么刀疤什么老段的？你以后让女儿离他远点好吗？哎呀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顶着他下回来，不让他进门不就完了吗？真是，这不行，那也不成啊！万一把这种人惹毛了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哎呀，他就是看上去挺凶的，其实他不是那种人。他不是那种人，他就是那种人，所以我们才惹不起呢。他也不能对你们怎么样啊！再说了，这房租不是他给解决的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屁股想想都知道。哎，永芳，哎，永芳，哎呀，永芳，哎呀，我们呐可是规规矩矩的一家人呐。是啊，哎呀，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害怕，明天我就跟他说，让他滚远点儿。哎，永芳，使不得，不能得罪他。他爱来就来，我躲在房间不出去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大爹？啊，往哪儿躲呀？整个上海滩都是人家的势力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？哎呀，永芳！哎呀，人家都进去了，走。哎呀，哎，你说他怎么就摊着这么一个人呢？恐怕他在这儿是住不长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人家傍什么段少荣，怎么可能还居在咱们这个窝里呢？哎呦喂，真是可惜了，正是大好的青春年华。哎，你说那老段怎么也得50了吧？应该不止了吧？真的？哎呦！
宁宁，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呀？到你能原谅你自己的时候。可是你能吗？你能原谅你自己吗？宁宁，我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现在你可以走了，你自由了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。请进。赵小姐，有人送东西过来。谁送的？已经走了。真怡，我来吧。放那边。我不是说，别再过来，转身出去，出去！宁宁，如果你要跳下去，我陪你；如果你把头转过来，我面对你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我守着你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就在这儿。你就是不能赶我走。我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。可我们要相处一辈子呢，你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我吧？我爸有威胁过你吧？放心吧，我们没有婚约，你不用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宁宁，救命！救命！宁宁，放开我！宁宁，你冷静点，宁宁，宁宁是我是唐立天，是唐立天在抱着你。你看着我，宁宁，看着我，我是厉天呢。厉天，他们欺负我。
我真就不明白了，你们瞎担心什么呀？啊，这烟土能公脉吗？会再进吗？进吗？让它进，越进越翘。喂，啊，大哥在啊？怎么了？大屋打来的，玉珍姐找你。啊？嗯？啊，知道了。大哥怎么了？啊？宁宁出事了！阿坤，备车，快！啊，是，备车！你们干什么呀？不是出事了吗？回大屋啊！啊！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你说话呀！要不要我陪你去啊，大哥？啊？嗯，喂，你干嘛呀，大哥？他们俩亲嘴了。谁呀？你说的？李天跟宁宁亲嘴了。他们俩亲嘴了。这原来是亲嘴啊，大哥，把我给吓的。我们家宁宁有救了，有救了。之前有得罪的地方，你别介意啊。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请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计较。是啊，不会。哎，快去吃蛋糕啊！哎，快去啊，可好吃了。永芳，那我们去吃蛋糕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这蛋糕是啊，这蛋糕啊是段老板买的，沾你的光，人人都有份儿。谢谢啊，我们走了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卖香烟啦！永芳，上车。我不陪客人出台子。哎，我出台，你点我出台总行吧？我今天有特别高兴的事儿，而且跟你有关系。嗯。小心，段爷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放在楼上。来，请。
段爷，段爷，下去吧。我呢是不喜欢吃洋菜的，我想你可能会喜欢。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？来来，巧克力的，没错吧？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以后啊，有人会天天给你送来。不要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很喜欢吃吗？我怕胖。就你那3两肉，再胖10斤也不嫌，尽情的吃吧，啊！你就不要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喜欢吃蛋糕，是喜欢送蛋糕的那个人，对吧？是慧慧告诉我的，一位大哥哥。不奇怪，好女百家求嘛，有人追啊，很正常。哎，喝点酒啊。张永芳，我段少荣一辈子没追求过女人。那个男人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会收到那个男人的1块蛋糕。你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坐下坐下。如果我要对他怎么着的话，我还降低了自己的身价呢。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我能怎么着啊？你要想知道也不难。我不想。他是谁不是谁不重要，管他是张3、李4、王2麻子都行。我喜欢的女人，喜欢吃什么用什么，不准让别的男人献殷勤。归我，你的一切都归我。我不想。那你可以扔啊，扔蛋糕，扔旗袍，都可以扔。你扔你的，我送我的，就是不准别人送。我讨厌你。不稀罕，喜欢我的人没几个。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。不可能。你知道永远是多远吗？你呢是明媚的5月天，我已经暮色深秋，我年岁摆在这儿呢啊，来不及让你永远的去讨厌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何必立这大志去讨厌一个老头子呢？白费力气。你都知道你是个老头，你干嘛喜欢我？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。总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有开心的事儿吗？什么开心的事儿？狗屁！你也没容我说呀。我爸他一定很感激你吧？宁宁，我要娶你。我们的婚姻可以被祝福，但不需要被感激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一场婚姻，不是一桩交易。这里面没有谁怜悯谁，没有谁需要感激谁。那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，你还会娶我吗？我会的。这婚呐，我看是可以结了。厉天这小子是个好样的，经住了考验。
哎，行了，喝酒不是这个喝法，不要这么贪杯嘛。就贪吧，那么开心的事儿，干杯啊！好，跟你干杯。不管怎样，你也是功臣一位。来，干！干！永芳，小心车，小心车！永芳，你喝多了。让这美景独城下，喝多了别跳了。热情你爱戴。永芳。莫听钟声时醉。永芳，喝多了，走了，回家啊。坐下。我唱首英文生日歌给你听。不用了，走吧。不行，我要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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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行了，唱够了，回家。哎，来，走。小心点。厉天啊，别等了，回去吧。没事，我再等等吧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今晚上他不会回来了，跟赵永芳在一起呢，也不让人跟着，真是。别杀我！白露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能告诉我谁想杀你？别杀我！白露，别杀我！都进屋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他要是一夜都不走，我们一宿都不睡呀。你敢睡吗？那也不能干耗着呀。能平安的耗过这一夜，那就不错了。你忘了平安里前2天那事儿，啪，听说那就是段少龙干的。你还敢睡吗？哎呦，干什么去？我不耗着，我抱我女儿走。徐家嫂子，哎，他吐了，我不方便，劳烦您。哦，我来。你喝茶，小心烫啊！客气了。我听说你们这一片用水要到外面去的啊，挺不方便的哈。啊，这隆冬季节该怎么办？啊，没有，对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没事，没事，都弄好了。哦，睡下了。哦，
半夜了，我先告辞了。慧慧喜欢吃白脱油蛋糕，这东西不经放。这样吧，我让人每天送一块新鲜的过来，行不行？失手沾面粉，想甩都甩不掉了。永芳，永芳，快起来，你有客人。永芳，蛋糕哥哥来了，有蛋糕吃了。永芳姐，快出来！蛋糕哥哥，蛋糕哥哥，蛋糕哥哥，你快进来，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没你事，坐好。哎呦，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啊？这大半夜喝醉了，让个老头给送回来，现在又来个年轻小伙子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姑姐啊，这还没睡醒呢。哎呀，我们可不能得罪段少荣啊！我们当然不能趟这浑水了。就是啊，那得罪谁，也不能得罪段少荣啊。永芳啊，有人找你，又是上次那个小青年。永芳啊，这段少荣是什么人呀？我们得罪不起。你要知道的，他，哎，你梳理梳理啊！你这样怎么能出去啊？哎，永芳，永芳，借个火啊！你别说，老段这酒量还真不错，昨天把我给喝美了。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要结婚了。新郎官。我说我要结婚了。我听见了。请我去啊！我还可以给你们唱歌助兴，来个花好月圆，哎，或者是待嫁女儿心，惹春宵吧，惹春宵更好。